伴随着突突突的沉闷轰鸣，黑烟从东方红拖拉机的排气管里喷涌而出。那台沉寂了不知多久的钢铁巨兽，竟真的在我和孟舒兰的手中苏醒了。院子里瞬间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方才还等着看我笑话的村民们，此刻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错愕。我望着身旁同样沾满油污的婆婆，她那双素来冰冷的眼眸里正燃着一团跳动的火焰，亮得惊人。我叫苏雅，此刻正趴在自家土炕的被褥上，一边哼哼唧唧地装病，一边在心里打着小算。1978年的夏末，空气里还残留着燥热的余温，生产队的工分任务却催得越来越紧。土坯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伴随着一股浓郁的苦涩药味，孟舒兰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汁走了进来。她将药碗重重地放在炕边的矮桌上，目光落在我身上，没有半分温度。喝了就算腿断了，该上的功也不能少。我孟舒兰的儿媳妇没那么娇贵的废物。妈，我是真的起不来了，刚才摔的那一下，现在腿还麻着呢，起不来。孟舒兰挑眉，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话音未落，她伸手就掀开了我盖在身上的薄被。不等我反应过来，粗糙有力的大手已经攥住了我的胳膊，硬生生将我从炕上拖拽了下来。砰的一声，我的膝盖重重磕在冰凉的泥土地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孟舒兰却丝毫没有停顿，拽着我一路走到院子中央，指着那台浑身锈迹斑斑、零件散落一地的拖拉机，冷笑道：“今天之内把它修好，修不好你就别想吃饭。”我盯着那堆废铜烂铁，脑子瞬间一片空白。这女人是疯了吗？我一个学文一片空白。这女人是疯了吗？我一个学文的，别说修拖拉机了，就连拖拉机的构造都认不全。可就在我准备反驳的瞬间，一个名字猛地在我脑海里炸开，孟舒兰。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前世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没错，就是孟舒兰，我到死都忘不了这个女人。上一世我嫁给陈磊，成了孟舒兰的儿媳妇，整整被他搓磨了一辈子。他嫌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会抱着书本死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累赘。后来他带着陈磊南下闯荡，凭着一身修理机械的本事，白手起家，最终创下了市值1000亿的机械帝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机械女王。而我却被他留在了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守着一间漏风的土坯房，日复一日地过着贫苦的日子，最终在病痛和孤独中悄然离世。临死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孟舒兰的访谈，她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优雅从容地谈论着自己的创业历程，末了轻描淡写地说，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儿媳妇处好关系。可现在我重生了，回到了我嫁给陈磊的第2年，回到了我为了躲避农活装病的这个下午。而眼前这台报废的东方红拖拉机，正是孟舒兰传奇人生的起点。我清楚地记得，在那篇访谈里，孟舒兰说过，她就是靠着修复了这台全村人都束手无策的拖拉机，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从此踏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如今，她竟然把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丢给了我。不，她不是在给我机会，她是在羞辱我。她笃定我修不好这台拖拉机，想让我在全村人面前出丑，然后名正言顺地将我赶回娘家。怎么傻了？孟舒兰冰冷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她抱着胳膊，眼神里满是不屑。修不好的话就赶紧收拾东西滚回你娘家去，我们陈家不养闲人。此时院子门口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村里的长舌妇刘翠花挤到最前面，故作惊讶地说道，哎呦，舒兰妹子，你这是干啥呀？让一个城里来的娇媳妇修拖拉机，这不是为难人吗？就是啊，这铁疙瘩连村里的老把式都搞不定，她一个女娃娃家怎么可能修得好？旁边有人附和道。孟舒兰冷哼一声，扫了众人一眼，我们家的事就不劳各位操心了，她今天要是修不好，就不配做我孟舒兰的儿媳妇。她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扎在我的心上。我知道她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就在这时，陈磊从屋里跑了出来，他一脸为难地拉着孟舒兰的袖子，妈，你别这样，小雅她根本不懂机械，怎么可能修好拖拉机呢？你给我闭嘴！孟舒兰一把甩开他的手，语气严厉，没出息的东西，娶个媳妇回来当祖宗供着吗？我们老陈家的家业迟早要被你败光。陈磊被骂得低下了头，不敢再说话。我看着他懦弱的样子，心里一阵悲凉。上一世他也是这样，在我和婆婆的矛盾中永远选择沉默和逃避，指望他根本没用。这一世我只能靠自己。我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落在那台拖拉机上。虽然我不懂机械，但我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孟舒兰在访谈里说过，故障出在一个很小的零件上，是什么零件来着？我拼命在脑海里搜寻着相关的记忆，时间太久了，具体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一个关键细节，他当时说，为了找到那个零件，他几乎把整个发动机都拆了，最后发现问题出在燃油系统上。燃油系统，对，就是燃油系统。那个年代的柴油杂质多，很容易堵塞喷油嘴，只要找到那个被堵住的喷油嘴清理干净，拖拉机就能正常启动。想通这一点，我心里有了底。我抬起头直视着孟舒兰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好，这拖拉机我修。我的话一出，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孟舒兰。他大概也没想到，我这个平时连瓶盖都拧不开的废物，竟然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刘翠花最先反应过来，夸张地笑出了声。哟，这城里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口气比力气还大。苏雅，你要是能把这拖拉机修好，我刘翠花的名字倒过来写。
就是别是打肿脸充胖子，到时候下不来台可就难看了。周围的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我却懒得理会。我走到拖拉机前，伸手抚摸着冰冷的铁皮，上面的锈迹硌得我手心发疼。这台拖拉机的红色油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下面暗红色的铁皮，像一头被遗弃在荒野的巨兽，沉默而沧桑。我绕着拖拉机走了一圈，时不时停下来悄悄这里摸摸，那里眉头紧锁，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孟淑兰就站在院子门口，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的嘲讽丝毫未减。她笃定我是在装模作样，就等着看我哭着求饶的场面。我转过身对陈磊说：“陈磊，去把家里的扳手、钳子都拿来。”的场面。我转过身对陈磊说：“陈磊，去把家里的扳手、钳子都拿来。”陈磊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孟淑兰，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愣着干什么？没听到你媳妇说话吗？孟淑兰突然吼了一句。她虽然不信我能修好拖拉机，但话已经放出去了，全村人都看着，她也只能硬着头皮把这场戏演下去。陈磊如蒙大赦，赶紧跑回屋里翻箱倒柜。没过多久，他就抱着一堆生了锈的工具出来了，有扳手、钳子，还有一把锤子，上面都沾着厚厚的灰尘。我接过工具也不嫌脏，直接趴在地上钻到了拖拉机底下。夏天的地面被太阳晒得滚烫，隔着薄薄的衣衫，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份灼热，混合着机油和铁锈的腥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头晕眼花。但我顾不上这些，我必须尽快找到那个被堵住的喷油嘴。按照孟淑兰在访谈里描述的位置，燃油系统应该在发动机的侧面。我拿着扳手，在一堆错综复杂的管道和零件中摸索着，假装在仔细检查。其实我的心里也很紧张，万一我记错了位置，或者判断错了故障，那可就真的完了。刘翠花在外面阴阳怪气地说道：“哎呦，这都钻到底下去了，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淑兰妹子，你这儿媳妇不去唱戏，真是屈才了。”孟淑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大概也没想到我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太阳渐渐西斜，阳光的温度稍微降了一些，但我浑身还是被汗水浸透了，衣服紧紧贴在身上，难受的要命，脸上手上也沾满了油污，活脱脱像个小泥人。终于在一堆管道的尽头，我找到了一个类似喷头的小东西，根据它的位置和形状，我判断这就是喷油嘴。我尝试用扳手去拧固定喷油嘴的螺丝，可那螺丝锈得太死了，我使出了浑身力气，它也纹丝不动。我从车底钻出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黑油，对孟淑兰说：“妈，这个螺丝拧不动，得用柴油泡一泡，再用大号的活扳手才行。”我说的一本正经，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这些都是我从孟淑兰的访谈里学来的，听起来专业得很。孟淑兰盯着我，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她没想到我这个文科生竟然还知道这些门道。你确定？她沉声问道。确定柴油有渗透性，能松动铁锈，但必须用大扳手，不然力气不够还是拧不开。孟淑兰沉默了。大号的活扳手整个村里只有机修组才有，要去借就得跟村长开口。她孟淑兰好强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人，现在要为了我这个她眼里的废物儿媳妇去跟村长低头。她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显然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周围的村民们也都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等着看她的决定。妈，你要是不信我，现在让我停手还来得及，但话已经放出去了，全村人都看着。今天这拖拉机要是修不好，丢的不仅是我的脸，还有你和爸的脸，是整个老陈家的脸。我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孟淑兰的要害。她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脸面。刘翠花还在旁边煽风点火。就是啊，淑兰妹子，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把村里的拖拉机彻底弄坏了，那可就麻烦大了。孟淑兰狠狠地瞪了刘翠花一眼，然后把目光重新投向我，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仿佛要把我从里到外看得透。然后把目光重新投向我，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仿佛要把我从里到外看得透。我毫不畏惧地与她对视，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必须赌一把，赌她对修复这台拖拉机的渴望超过了对我的厌恶。这台拖拉机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台机器，更是她不甘于平凡，想要证明自己的执念。终于，她像是下定了决心，转身就往外走。陈磊，看好她，别让她乱动。他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朝着村委会的方向走去。我知道我赌赢了。陈磊担忧地看着我，小雅，你到底行不行啊？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弄砸了……放心吧。我拍了拍他满是油污的手，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他看到我懦弱无助的样子，我要让他知道，他娶的不是一个废物。没过多久，孟淑兰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大号活扳手，身后还跟着村长。村长是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看到院子里的阵仗，脸上满是惊讶。淑兰家的，你这儿媳妇真能修拖拉机，工具拿来了，你最好别让我失望。我接过扳手，感觉沉甸甸的，这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孟淑兰的信任，是我扭转命运的钥匙。村长您放心，我就是试试，保证不会把拖拉机弄得更坏。我客气地对村长笑了笑。
然后我再次钻到了拖拉机底下，有了柴油的浸泡和合适的工具，那颗顽固的螺丝终于被我拧松了。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小的喷油嘴拆了下来，对着光一看，果然里面黑乎乎的，被一些胶质状的东西堵得严严实实。就是它，我心中一阵狂喜，但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我拿着喷油嘴，却不敢表现出来。我拿着喷油嘴从车底爬出来，举到孟淑兰面前。妈，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坏了，里面的孔太小，被柴油里的脏东西堵死了，油过不去，发动机当然就发动不起来。阳光下，孟淑兰看着我手里那个黑乎乎的小零件，又看看我满是油污却亮得惊人的眼睛，瞳孔猛地一缩。我清楚地看到她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孟淑兰没有说话，只是从我手里拿过那个喷油嘴，凑到眼前仔细地看着。村长也好奇地围了过来。就这么个小东西，能让这么个大家伙趴窝？是的，村长，这叫喷油嘴，就像咱们人吃饭的嘴，嘴堵住了，饭吃不进去，机器自然就没力气干活了。我用最通俗的比喻，把专业的原理解释得清清楚楚。村长听得似懂非懂，但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怀疑变成了好奇。孟淑兰看了半天才抬起头，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要怎么办？得用细钢丝把它捅开，再用煤油清洗干净。我说出了孟淑兰在访谈里提到的解决方案。细钢丝上哪找去？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院子角落里用来绑东西的废旧铁丝上。那个就行。我指了指。陈磊赶紧跑过去截了一小段下来。孟淑兰从头上拔下一根黑色的发夹，用钳子把它掰直，然后对着那段铁丝的一头，在院子里的磨刀石上飞快地磨了起来。她的动作又快又稳，火星四溅，看得我暗自惊叹，这个女人天生就该和机械打交道，这种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很快，一根简易的带着尖头的探针就做好了，她把探针递给我，一言不发。我接过探针，小心翼翼的尖头的探针就做好了，她把探针递给我，一言不发。我接过探针，小心翼翼地对着喷油嘴那细小的孔洞捅了进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院子里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装模作样，我看能弄出什么花来。我感觉指尖微微一动，仿佛捅破了一层薄膜。有戏！我反复清理了几遍，确保里面的杂质都被清理干净了。我感觉指尖微微一动，仿佛捅破了一层薄膜。有戏！我反复清理了几遍，确保里面的杂质都被清理干净了。然后对陈磊说：“去找个小碗倒点煤油来。”陈磊立刻照办，很快就端着一碗煤油跑了过来。我把喷油嘴放进煤油里，反复清洗着，直到确认里面再也没有任何杂质。做完这一切，我长出了一口气，感觉浑身的力气都快被抽空了。好了，我把亮晶晶的喷油嘴递给孟淑兰，妈，装回去吧。这一次，孟淑兰没有犹豫，她接过零件，熟练地钻到车底，动作麻利地把它装了回去。她的动作比我熟练多了，显然是看我操作了一遍就已经学会了。几分钟后，她从车底出来，脸上也沾了不少油污。他走到驾驶座旁边，握住了那根手摇启动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孟淑兰，你可想好了，这要是摇坏了，你赔得起吗？村长也紧张地搓着手，淑兰家的，要不还是让机修组的人来看看吧。孟淑兰根本不理会他们，她深吸一口气，将启动杆插进启动爪，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摇，哐啷哐啷，拖拉机发出几声沉闷的声响，随后便没了动静。刘翠花立刻笑了起来，我就说吧，不行就是不行，白费功夫。孟淑兰的脸瞬间沉了下去，我的功夫。孟淑兰的脸瞬间沉了下去，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不应该啊，我明明是按照她说过的步骤来的，怎么会启动不了呢？再试一次，我大声说道。妈，油路刚通，得多试几次才能成功。孟淑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她再次握紧启动杆，咬着牙又是用力一摇，哐啷哐啷，突突突突突。这一次，沉寂的钢铁巨兽终于被唤醒了。发动机发出了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一股黑烟从排气管里喷出，拖拉机的车身也开始微微震动起来。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整个院子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巨大的惊呼声。天哪，真的响了！太神了，这城里媳妇真是个能人啊！刘翠花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村长激动地拍着大腿，好，太好了，淑兰家的，你家娶了个好媳妇啊！这拖拉机能用了，今年的秋收就有指望了。陈磊激动地冲过来抱住我，小雅，你太厉害了！而在那片嘈杂的欢呼声中，我只注视着孟淑兰，她站在拖拉机旁边，手还扶着车身，感受着来自发动机的震动。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但那双永远冰冷的眼睛里，此刻却像是点燃了一团火，亮得吓人。她缓缓转过头，目光越过所有人，落在我身上，问出了那个改变我们所有人命运的问题：你还懂什么？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婆媳之间那扇紧闭多年的大门。我看着孟淑兰眼中燃烧的火焰，知道她动心了。一个不甘于在黄土地里刨食的女人，终于看到了跳出牢笼的希望，而我就是一个不甘于在黄土地里刨食的女人，终于看到了跳出牢笼的希望，而我就是那个给她递上梯子的人。
我还知道这台拖拉机不光能耕地，我迎着它的目光平静地抛出了下一个诱饵，装上拖斗，它就能变成运输车，从村里到县城，几十里山路运一次或能顶得上咱们家1个月挣的工分。运输，孟淑兰的眉头皱了起来，语气中带着警惕，那是投机倒把，是要被抓起来的。妈，我压低了声音，凑近他耳边说道，时代要变了，以后靠力气挣工分的日子长不了了，脑子和胆子比蛮力更重要。我说的这些话，对于一个生活在70年代末的农村妇女来说，无异于惊天动地。但孟淑兰不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骨子里藏着一股不甘平凡的韧劲。她沉默了，眼神里的光芒不断闪烁，显然在消化我话里的信息。看热闹的村民们见拖拉机修好了，也渐渐散去，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和还没走的老村长。村长走过来搓着手，一脸兴奋，好啊，真是太好了，小雅，你可是给咱们村立了大功了，这拖拉机能用了，今年的秋收就有保障了。村长，我趁热打铁说道，这拖拉机光用来秋收太浪费了，我想跟您申请一下，等农闲的时候用它给村里跑运输，比如帮大家把山货拉到县城供销社去卖，或者从县城里买些紧俏的化肥农药回来，我们不要钱，只要每次给我们记几个工分就行。我故意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打着为集体服务的旗号。村长一听，眼睛立刻亮了，这个办法好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样一来，不仅方便了大家队里，还能增加收入。行，小雅，你这个提议我原则上同意了。小雅，你这个提议我原则上同意了。我回头就去跟队里商量。村长高高兴兴地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陈磊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震惊中，一个劲地念叨着：太厉害了，小雅，你真是太厉害了。你是谁？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致命。我心里一紧，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我不能说自己是重生的，那样只会被当成疯子。我必须给他一个合理且能让他信服的解释。我低下头，挤出几分委屈和心酸，声音带着哽咽：妈，你以为我愿意当个废物吗？我爸以前是厂里的工程师，专门研究机械的。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了点皮毛。可后来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了。临走前，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些东西全都烂在肚子里，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免得惹祸上身。我一边说，一边偷偷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嫁到咱们家，我怕你们知道了我的出身，会嫌弃我，会看不起我，所以我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只能装成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娇小姐。果然，孟淑兰听完，脸上的锐利和审视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陈磊更是心疼地把我揽进怀里，小雅，你受委屈了，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些。行了，别哭了。孟淑兰的语气依旧生硬，但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冰冷。进屋吃饭，吃完饭把拖拉机擦干净。说完，他转身走进了厨房。我看到他走进厨房前，用粗糙的手背偷偷抹了一下眼角。那一顿饭吃得异常安静，但饭桌上的亲前用粗糙的手背偷偷抹了一下眼角。那一顿饭吃得异常安静，但饭桌上的气氛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孟淑兰破天荒地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虽然还是板着脸，一句话也没说，但这个小小的举动已经让我看到了和解的希望。陈磊看着我们，咧着嘴傻笑，眼神里满是欣慰。吃完饭，孟淑兰真的拿起抹布开始擦拭那台拖拉机，她擦得极其认真，仿佛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从车头到车尾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阳光洒在她的身上，给她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你说的那个运输真的能挣到工分？她突然开口问道。不是挣工分，是为集体服务，队里会给我们记工分，但是妈工分以后肯定能换成钱的，国家不会一直让大家过苦日子的。怎么换？她追问道。我不知道具体的办法，但我爸以前说过，政策总是会变得勤劳肯干的人总有出头的一天。他没再说话，但擦拭拖拉机的动作却更加用力了。我知道他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我的提议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一个好吃懒做的城里媳妇变成了深藏不露的技术员。村民们看我的眼神从之前的鄙夷和嘲讽变成了如今的客气和敬佩。刘翠花见了我就绕道走，再也不敢多说一句闲话。而最大的变化来自孟淑兰，她不再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虽然话还是不多，但会默许陈磊帮我干重活，甚至在我晚上看书的时候会悄悄把煤油灯的灯芯拨亮一些。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白天我们一起研究那台拖拉机，他负责动手拆解和组装，我负责指导和讲解原理。我把记忆里所有关于老式拖拉机维修保养的知识都包装成我爸教我的，一点点灌输给他。他学得极快，简直是个天生的机械天才。很多我只说了一遍的原理，他就能举一反三，甚至比我这个纸上谈兵的重生者理解得更透彻。晚上等陈磊睡着了，我们婆媳俩就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偷偷规划着我们的运输大计。从村里到县城，来回要烧多少油，拉一车山货能卖多少钱，换成工分划算不划算。他拿着一个破旧的小本子，用铅笔认真地计算着，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像饿狼的眼睛。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中感慨万千，这才是真正的孟淑兰，那个未来的机械女王。她只是被贫穷和时代束缚住了翅膀，一旦给她一个机会，她就能立刻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翱翔于天际。
机会很快就来了，村长那边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村委会的讨论，正式同意了我们成立运输小分队的申请。拖拉机归集体所有，但由我们家保管和使用。每次出车，村里给我们记20个工分，油钱自理20个工分，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天，累死累活也才挣10个工分。这个消息一出，全村都炸了锅，羡慕的、嫉妒的、说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刘翠花眼珠子都红了。凭什么啊？拖拉机是村里的公共财产，凭什么让他们家用，还记那么多工分？村长，你这是偏心。就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拿着村里的东西，在外面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几个人跟着附和道。村长被说得面红耳赤，有些顶不住压力。关键时刻，孟淑兰站了出来，道：村长被说得面红耳赤，有些顶不住压力。关键时刻，孟淑兰站了出来，她往院子中间一站，环视着众人，眼神冰冷，语气坚定。谁不服气，谁眼红，可以拖拉机就放在这儿，谁能让他跑起来，这20个工分就是谁的。要是没人有这个本事，就都给我把嘴闭上。刚才还吵吵嚷嚷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全村上下除了我们家，谁还有修复和操控这台拖拉机的本事？刘翠花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只能悻悻地闭上了嘴，灰溜溜地挤出了人群。危机就这么被孟淑兰一句话解决了。我看着她挺拔的背影，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到了安全感，有她在真好。运输生意很快就开了张，第一次出车是帮村西头的王大爷家，把攒了1年的核桃拉到县城供销社去卖。陈磊负责开车，孟淑兰坐在旁边压阵。我因为还有生产队的活要干，就没跟着去。他们天不亮就出发了，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来。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进院子，陈磊跳下车，脸上满是兴奋的红光。小雅，我们回来了，你猜今天卖了多少钱？多少？我好奇地问道。35块6，他激动地比划着。王大爷特别高兴，给了我们5块钱做油钱和辛苦费。孟淑兰从车上拿下一个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除了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还有半斤用油纸包着的槽子糕。给你的。孟淑兰淡淡地说，在县城的供销社买的。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妈，谢谢你，我由衷地说道。他别过头，语气有些不自然，吃你的吧，话那么多。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靠着跑运输，我们家成了全村第一个不愁吃穿的跑运输，我们家成了全村第一个不愁吃穿的家庭。家里的粮食堆成了小山，陈磊还给我买了2身新衣服，是当时最流行的的确良面料。孟淑兰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她不再是那个整天阴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的女人，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拖拉机上，每天都把它擦得锃亮。她甚至开始尝试改装拖拉机，给它加了个简易的顶棚，免得我们跑运输的时候日晒雨淋。我则利用每次陈磊和孟淑兰去县城的机会，让他们帮我收集各种信息。我知道真正的时代浪潮很快就要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户，这些词语像一颗颗种子埋在我的心里，等待着生根发芽的机会。但就在我们家的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新的麻烦也找上了门。这次的麻烦比刘翠花的流言蜚语要凶险得多。这天我们刚从县城拉着一批化肥回来，一进村口就被几个人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刘翠花的男人，村里的民兵队长孙铁柱。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带着几个同样穿着民兵制服的人，一脸严肃地拦在路中间。停下，接受检查。陈磊赶紧把车停下。铁柱哥，这是干啥啊？我们刚从县城拉化肥回来，还得赶紧送到队里去呢。孙铁柱不理会他，绕着我们的拖拉机走了一圈，目光不善地盯着我们从县城带回来的东西。孟淑兰，你们胆子不小啊，一次买这么多布，还买白糖，这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跟我走一趟吧。投机倒把这4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们头顶轰然炸响。在那个年代，这可是能毁掉一个家庭的重罪，轻则被批斗，重则要坐牢。我心里咯年代，这可是能毁掉一个家庭的重罪，轻则被批斗，重则要坐牢。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就明白了，这肯定是刘翠花在背后搞鬼。她明着斗不过我们，就唆使她男人来给我们使绊子，想把我们往死路上逼。你放屁！陈磊急了，跳下车就要和孙铁柱理论。怎么还想拒捕？孙铁柱身后的几个民兵立刻围了上来，手里都拿着木棍，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孟淑兰把我拉到身后，脸色铁青，她知道这时候硬来是不行的，民兵手里有家伙，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我脑子飞速旋转，思考着对策，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带走。一旦被带到大队部，罪名坐实，我们家就彻底完了。不光拖拉机要被收回去，我们一家人都可能身败名裂。我看着耀武扬威的孙铁柱和他身后那些不明真相的民兵，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我猛地挣脱孟淑兰的手，冲了出去。但我不是冲向孙铁柱，而是一把抱住了旁边一个年轻民兵的腿，然后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不能动啊，不能动那包糖啊，那包糖是我给我未出世的孩子准备的啊，我身子弱，好不容易才怀上，医生说要多吃点糖水补补身子。你们把糖拿走了，是要我孩子的命啊！孟淑兰是何等聪明的人，她只愣了1秒，立刻就反应了过来，她扑通一声也跪在了地上，抱着我的肩膀，哭得比我还大声。我的孙子啊，我可怜的孙子啊，你们这群天杀的是要断我们老陈家的根啊！她一边哭嚎，一边对着孙铁柱怒目而视。孙铁柱，我们家跟你有仇吗？你要这么害我们？我儿媳妇要是有个3长2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陈雷也瞬间福至心灵，他正脱开旁边民兵的控制，连滚带爬的冲过来，跪在我们面前，对着孙铁柱砰砰砰的磕头。铁柱哥，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家就这么一点念想了，你要不料我们都给你，只求你把堂留下给我，媳妇保胎啊。一家三口哭成一团，那场面要多凄惨有多凄惨。周围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开始对着孙铁柱指指点点，为了点私人恩怨，把人家逼成这样，太缺德了。就是还想断人家的根，不怕遭报应吗？行了，晦气！孙铁柱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算你们狠。说完，他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危机再次被我们化解。等他们走远后，我们一家三口瘫坐在地上，看着对方脸上又是泥又是泪的狼狈样子，突然都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真的流了出来。这眼泪里有后怕，有委屈，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喜悦。孟舒兰扶着我站起来，仔仔细细地帮我拍掉身上的泥土，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后怕。傻丫头，你吓死我了！妈，我们是一家人啊！是啊，一家人。从最初的猜忌和对立，到如今的并肩作战，我们用勇气和智慧一次次杀出了一条血路。这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心终于紧紧地贴在了一起。经历了孙铁柱这次事件，我们都意识到小小的村庄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树大招风，我们家的运输生意越好，眼红我们的人就越多。今天是一个孙铁柱，明天可能就会有李铁柱、王铁柱，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去更广阔的天地闯荡。我们得走。当晚，孟舒兰坐在煤油灯下，看着这里，去更广阔的天地闯荡。我们得走。当晚，孟舒兰坐在煤油灯下，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斩钉截铁地说：走，去哪？去县城。这个村子太小了，装不下我们的野心。对，去县城。我说出了我们俩共同的想法。可是我们的户口都在村里，怎么去县城啊？陈磊担忧地说，在那个年代，户籍制度非常严格，农村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难如登天。我有办法。我看着孟舒兰，胸有成竹地说，让妈成为一个真正的技术员。我的计划很简单，孟舒兰的机械天赋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她不光把拖拉机摸得门清，还开始研究村里那台报废了多年的抽水机。我的计划就是让她把抽水机也修好，然后我们以孟舒兰是技术人才为由，向县里的农机站举荐她。只要农机站肯接收她，给她一个正式工人的编制，我们全家人的户口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这个计划很大胆，但在那个尊重技术、人才稀缺的年代，并非没有可能。孟舒兰听完我的计划，眼睛里爆发出惊人的光彩。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正式编制的工人，而不是一个在泥地里打滚的农村妇女，这对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好，就这么干。她猛地一拍桌子，眼神坚定。接下来的1个月，孟舒兰像是疯了一样，一头扎进了对那台报废抽水机的研究中。我把我所有能记起来的关于水泵和柴油发动机的原理都一股脑地告诉了她。她白天拆晚上装，满身油污，废寝忘食。陈磊成了她的专职助手，帮她递工具找零件。而我则负责后勤保障，每天给他们准备热腾腾的饭菜，确保他们能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1个月后1个月后的傍晚，伴随着一阵清脆的轰鸣，那台沉没了多年的抽水机终于喷出了清澈的水流，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成功了，我们成功了！陈磊激动地跳了起来，一把抱住了孟舒兰。我们拿着村委会开的介绍信，带着孟舒兰所有的研究成果，一沓画满了各种零件图纸的草稿纸，走进了县农机站的大门。农机站的站长是个50多岁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看起来很严肃。他亲自考核了孟舒兰，当孟舒兰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准确判断出他办公室里一台老旧风扇的故障，并随手将其修好之后，站长当场拍板：人才，这样的人才，我们农机站必须要。一切都像我预想的那样顺利。3个月后，我们全家人的户口都从农村迁到了县城。我们用跑运输攒下的钱，在县城买下了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搬家那天，我们开着那台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红拖拉机，在全村人复杂的目光中，缓缓离开了那个我们生活了多年的村庄。刘翠花和孙铁柱站在村口，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脸色比锅底还要黑。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和他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到了县城，孟舒兰如鱼得水，她在农机站里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修理技术，很快就成了站里的顶梁柱，人人都尊敬地叫她一声孟师傅。陈磊在他的安排下也进了农机站当学徒，跟着孟舒兰学习机械修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懦弱无能的农村青年，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修理技术也日益精湛。而我则利用手里的资金和超前的眼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初起之时，辞去了在县中学当老师的工作，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家服装店。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地贩来最新潮的喇叭裤、蝙蝠衫、蛤蟆镜，这些时髦的服装一经上架，就受到了年轻人的热烈追捧，生意火爆到超乎想象。时光飞逝，转眼就是10年，我们家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需要为温饱发愁的农村家庭，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孟舒兰没有满足于农机站孟师傅的称号，几年后，她响应国家号召办理了停薪留职，自己承包了一个濒临倒闭的机械修理厂。在他的带领下，修理厂起死回生，从最初只能修理农机，慢慢发展到生产各种机械零件。
如今她的舒兰机械厂已经成为了省里有名的明星企业，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她本人也成了电视上那个受人敬仰的女企业家，就像前世我看到的那样，只是这一次她的身边有我和陈磊的陪伴。陈磊成了孟舒兰的左膀右臂，负责整个工厂的生产管理，独当一面，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遇事只会退缩的懦弱男人。我的服装生意也越做越大，从一家小小的服装店发展成了拥有10几家连锁店的服装公司，在县城乃至周边城市都小有名气。我们换了带花园的大房子，买了崭新的小汽车。当年那个被我用来解围的未出世的孩子，也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长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学生。他最喜欢的人就是他那个看起来严肃，却会偷偷给他打造各种铁皮玩具的奶奶。这天下午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处理完公司的事情回到家，看到院子里孟舒兰正带着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耐心地教我儿子拆解一个旧闹钟。夕阳的余晖洒在他已经有了些许白发的鬓角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他的脸上是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满足。她不再是那个眼神冰冷的婆婆，也不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机械女王，她只是一个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普通的奶奶。我走过去，从身后轻轻抱住了她。妈。她回过头看到是我，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拍了拍我的手。回来了，今天厂里签了个大单子，晚上让你爸加2个菜，我们庆祝一下。好啊，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鼻子微微发酸。妈，谢谢你。他笑了，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带着岁月的温柔。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啊。我看着院子里追逐打闹的丈夫和儿子，看着身边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心中充满了幸福感。重生一次，我最大的幸运不是预知了未来，也不是拥有了超前的眼光，而是重新认识了我的婆婆孟舒兰，并和她一起把那个原本充满悲剧的未来彻底改写成了金光闪闪的模样。我们从猜忌到联手，从绝境到新生，用汗枪和图纸，用汗水和勇气为自己，也为这个家锻造出了一段崭新的人生。这段人生里有风雨有坎坷，但更多的是亲情的温暖，是奋斗的喜悦，是相守的幸福。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夏天，那台被修复的东方红拖拉机和那句改变命运的问话。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知道，只要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是彼此生命中最温暖的光。全文完。